桃园是多元族群的城市，也是产业创新的科技聚落。近年来，更转型为亚洲的智慧科技新都。除了人口持续增加，大型公共设施陆续兴建，社会福利政策渐完善等，都是让国人首选的宜居城市。1960年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燃煤发电的需求大增。为了加速进口燃煤从台中港到林口电厂的运输效率，台电在民国55年完成新建一条从桃园车站到林口电厂的运煤专用铁路。庞大的运输需求造就林口支线的繁盛业务，一天超过20个班次，连半夜也没停。这样的盛况随着公路发达，铁路货运急速萎缩，长串煤斗车往返林口电厂的情景已不复在。停驶后的桃林铁路曾经一度杂草丛生，废弃物堆积与违章占用。透过城市发展愿景的努力与持续的沟通，并积极争取相关建设经费，决定让桃林铁路的路廊华丽转身。从桃园、龟山、芦竹可以串联周边的社区、学校、公园与商圈，总长度约19.2公里。沿着桃林铁路的绿色廊道，就可以看见轨道院景馆，穿过桥下的假日花市，一路前行就可以抵达桃园高中。其中明光东路3元阶段，傍晚的星光大道，犹如梵谷笔下绚烂的星空，成为入夜居民与游客最喜欢的景点。通过海山站后，你可以看见一大片漂亮的稻田与莲花田，是桃林铁路最漂亮的田园景观。市民就近就可以享受绿荫与休息的空间，也可跨上铁马远游，为桃园的观光与经济增色不少。一整段完之后发现真的不太一样。荷花池很漂亮，对，它还有种一些原生的野花草，所以那边很适合带小朋友去欣赏。这段路好骑了，这来看路看。兆府这边的人真的是很大，好像就一个大公园这样，有没有？很多小朋友啊，什么都在这边，爸爸妈妈都会带出来逛一逛，让市民有更多在都市里面喘息的空间。你其实可以听到那个生态其实还蛮完整的。桃林铁路的华丽转身，让后巷翻转，让文化与记忆留存，不但保留了更多的绿意与老树，也让桃园增加更多的人文与生态的厚度。我们衷心的期待100年的绿色廊道，还有幸福的桃花源。
我本来在想说，今天到底来这个球场的这个球迷到底多不多？但是我刚才来的时候呢，发觉外面虽然很冷，但是里面的气氛非常的热闹，各位球迷呢非常热情的来为我们所有与赛的球员呢，来帮他们加油打气。这2周，从这一周到下一周呢，我们都希望呢，所有的球员的这个球迷都来欣赏我们各个球队的这个比赛，然后给我们所有与赛的球队跟球员呢，来给予鼓励。但是我更希望呢，帮我们台湾财务保险的球队呢，给我们更多的鼓励。这里是我们中原大学，也是我们这边所有的这个同学们呢，他们平常在外呢四处征战，在练习，在流汗的一个农场。但这4场也是他们的主场。那我相信呢，他们会展现出他们平常所训练的结果，他们一定会捍卫他们的主场。所以我相信呢，这每一场比赛一定都是非常的精彩。那最后呢，我也祝福各位呢，在座所有的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圣诞节就要到了。
祝福大家圣诞节快乐，谢谢。谢谢总经理，我们一定要捍卫主场，台产雄心，创造奇迹。那报告总经理，现在要麻烦总经理帮我们来开球一下好吗？总经理也是排球好手哦。好，那我们是不是请我们两队呢成我们开球的一个队形？我们要请总经理来到我们底线，为我们来开球喽。好。现场待会所有的球迷朋友，我们说了，今天是一个天气冷，但这里很热的主场。待会帮远远我一起倒数3秒钟，好吗？我们总经理就要为我们开球了。好，来，现场的朋友，等一下，我们先把阵型给摆好。好 ，OK 了吗？现场朋友，3、2、1，请发球，好球！总经理很棒。那我们是不是来大合照一下呢？因为我想呢，今天总经理带着自己的子弟兵，好，我们一起来跟双方球员大合照。我们要超前部署一下，好，我们一起来大合照啊！好，我们跟我们主场球队的球员一起来拍照。我们也谢谢我们连庄的球员，我们在旁边可以稍微热身一下。好，我们一起拍嘛。我们在赛前大家都是好朋友。好，我们先让我们自己主场球队来拍照。好，谢谢。我们可以好来看一下前方的摄影机。好，我们也谢谢连庄的球员哦。好，3、2、1，为自己比赛。你们说台产赞不赞？赞！今天会赢吗？大家会的话，给我们一个尖叫声，球迷朋友。好的，谢谢总经理，谢谢呢我们的制服组的同仁。好。接着下来呢，我想众所期待的，我们就要让球员朋友呢现在热身，大家期待一下哦。待会马上我们今天的比赛就要正式开始了，拿出你的热情，台产加油！
实在这几年在不管是气排啦，还是在所谓的大专联赛，一直都缔造了一些好的成绩。对，那连续2周我们都会在中原大学来看的是桃园台湾产险跟的各队之间的厮杀，那也期待能够有一个相当好的一个这个比赛的内容。今天的现场气氛可以说相当的好了，相当的是，而且蛮多人在现场的啊。真的。好，2位的第一裁判是李元凯先生，第二裁判是陆俊豪先生。那当然，在台湾的比赛，其实这样的场馆是打起来是最舒服的，因为它的大小适中，那人其实跟球的距离是蛮近的哦。是，空间感也不太一样。对，也不会说，而且观众在看到我们球员的表现，其实很临场、更近。哦，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所以真的。赶快来！还有在学校校园或者在附近逛街，好的，赶快进来哦，可以来看比赛。而且讲到外面还蛮凉的啦，对，温暖多了。是，而且很热，真的，而且你到这边你会发觉，哇，这个温度真的是跟在外面是2个极端了。对，没错。那到了下半季啊，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各队都有所谓的增补的球员。对，没错。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就球也不一样。上半季是用康蒂的球，下半季用米卡萨的球。对，没错。那另外就是我们要跟大家来讲的是这个人员上的一个小的这个不一样。那当然很大的重点在于说，这各队在下半季都可以做一些人员的一些替补，做人员的一些的一个增补。那在这2队当中，桃园台产是把3号的潘义荣给登陆进来，还有就19号的林立森，那梁一平变为候补，就是在整个桃园台产的部分。那联庄，我想最大的重点就在于说，又有一位新的外援藤川佳大，从经济大学到台湾的联庄，他都是穿他的7号的背号。那基本上22岁。U22日本的这个国手，他基本上18.5年，是好，不要挂 A， 马蒂利挂 A， 我听讲7万就厉害，而且真的就是一个年轻人的体型，不到70公斤。对，因为这现在他在我们站在我们前面，他是纤瘦，然后第一个整的一个他的样子其实非常棒，非常棒。对，而且我刚刚跟所有人问了一轮，他就说。就是日本选手该有的能耐都有了，就是标配，就是日本选手你看到啊，出腕啊、全面啊、防守啊，对，拢就好，我问联董讲无啦，你要专业，你就知卖问我啊不，意思是这样，没有啦，反正就是简单讲，今天我们看下去就知道，看下去就知道。我想对台产而言呢，也是一个挑战，因为记得吗？在去年他们在这个地方曾经击败过台电，那他们也曾经把联庄逼到要进第5局，可是，在第4局24比19被人家逆转，什么事情都发生过那看看今年来到了自己的这个大本营，自己的家里。在这么多的球迷的关注声中，在这么多球迷营造出来的这个现场的氛围当中，今天的桃园台湾产险能够打出怎么样的一个高潮，怎么样的一个热力啊？相信一定是，我觉得今天一定是火力四射。对，我们肯定是要。就像他们在跟你们这个打大专杯的时候，也是被你们吓出一身冷汗。不过还是要有办法撑住了啊！没有。好，你们知道我多少个客州教练去聊天，客州他说拢给我们锁定，拢给我们分析掉啊！就拍嘛。好，来看台湾产险的一个先发名单，排出来的举球林谦，举队是林锦龙，然后在今天的中间手是17号的张安成，还有甘茂宏，然后呢，在2个这个主攻手包含了刘玉玲，还有是8号的施宇翔钱玉成跟陈柏勋2位自由。好，再来看看联庄的部分排出来的先发举球是柯凯杰，然后呢举队吴宗轩，2位的主攻手方分别是施朗还有高伟成，再来是中间手的王炳勋还有李娟耀凯、吕俊宏、张明亮2位自由。两边的状况来讲，当然其实。日本的这个藤川佳大已经来一阵子了那上半季他就已经到，那已经练球练了一阵。不过今天先是替补。那在整个这个桃园台产的部分来讲，西敏这一阵子会再稍微休息，因为他的膝盖在那2场打一打之后，上2个礼拜看起来又不是很舒服，所以他还是必须要再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休息跟恢复所以说可能他真的会在初赛，可能会到后面打这个大专杯复赛的时候。对，因为我们的预赛他也没有上场比赛。对。
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是不是这个年度刻意要这个年度没有要打，没有，因为他的膝盖的状况跟脚踝状况就一直都不没有办法到一个最佳状态。因为他从以前就一直是主力球员，而且因为他的高度他是属于全力起跳的，他没有那一种在轻跳的，所以说他的一个膝盖的负担真的会比一般人多很多。是。啊，施郎第一球被林锦龙虽然说是跟到，可是这球拦网出界。对，这个球锦龙要往内拉再快一点，再拉回来一点哦。我赛前还是跟施郎聊了一下，我一直问他说：“利他赛后来接受访问嘛？”他又一直跟我讲说：“再等一等，再等一等。”他的英文不好，真的是。我说：“你有没有翻译可以帮你？”他就说翻译也只能跟他讲一点英文，真的是有点讨厌。啊，这球touch到了，林锦龙。我相信很多球迷都会想要看看能不能跟施郎聊聊天了啊！我再试试看，我再尝试一下，看能不能把他高夹过来了啊！中间的快攻，好球！哇，只有在这种场地啊，这个大小适中，那个包球那个乒乓球的声音就完全不一样啊！对，而且看这个球小凯跳得多高，真的，小凯真的是高度真的是，而且他的弹速很好，弹速很快，他是我相信真的是有目标3.6米的这个台湾男人，对，他可以。施郎，哇，这球发得够短，破坏掉了。来看这一波中间跑动，然后给吴宗轩，这球虽然长一点点，宗轩还是快速的扣扳机。其实我觉得凯杰跟宗轩的搭配好像越来越好。对，有慢慢有抓到，因为之前其实因为跟宗轩的搭配，其实之前都是我们的 NONO， 所以他很少去跟他有机会去做长时间的搭配。但经过上个一个上半季这样来说，感觉到真的有比较有差，现在好很多。哦，这个球打长线，可惜了，这个修正差一点点。这球要挑战吗？挑战哪一个？挑战拦网触球，刚刚举错牌，吓我一大跳，想触网。现场的灯突然间，没有，他应该是只是让我们大家是因为挑战吗？对，没有，他可能想要让我们有一点点期待。今天中原整个都是气氛组，包含就是场控人也是气氛组，所以说一有气氛来，该关的时候要关，可是要记得开，不要记得，我们没有想要待太久，时间到还是想要回家。我们不想要在这边有18赖，真的，不要18赖，不用对我们那么好啊。对。那希望还是大半的时间还是要开着了啊！这球有没有碰到嘞？没有。对，然后又出球。好，连庄的挑战失败。其实我因为这一年都来一次而已啦，所以我一进来这个球场，我就突然间发现，怎么好像有这种在更新过？后来这个桃园台产的 Jason 教练跟我讲没有了，志平哥，你狗回来了，这规定都长这个样，都长这样。张安成的发球。小高，这球没有高度，来再看修正吴宗轩，好，打一个弹射。钟轩今天的一个状况其实蛮好的，对，你看他这个球打高球跟第一个2个球，而且整个的，在球场上你看他笑容其实蛮轻松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成熟选手他应该要做到的事情。好，大长人206。爱你哇！这第一波的一个进攻，不过今天比较可惜，应该对面没有人会跟他打电话。对，没有，要先没有人接电话，要先待会，要拦到再说，要拦到再说。对，拦到他就想要打电话。是。3-4。好，再来看这个时间差，他第2时间还是被吐的嘛？哇，真的是高啊！这个球其实这个球其实蛮明显是硬塞啊，没有去跟哦，就让他直接落地了。对，4-4。哇，这球冲得很快，这球平冲得很快。这也是其实讲真话，在这种
这种高度够的常人，这种跳飘其实是比较具有侵略性的地方。对对，而且他有时候过来的时候，他会往下坠，而且有时候他会一直挤到你的身上来，真的让你闪都闪不开啊。对，没错没错。5比4，好放短。哇，来飘这个球，他判定上是出界，不过并没有认定是拦网触球。有，其实我们这边看起来，那是应该是有 touch 到，对。而且钟轩一打完，那马上就知道，其实一个像钟轩像这么有好的选手，跟那么有经验的选手，其实这个球他一打下去，他一定知道这个球就是 touch。对，他是一定有这样子的一个自信哈。球迷很可爱，说换成皮球，没有，其实都是皮球，对，只是不同材质。对对，像康利的球是比较轻，对，那我的那个米卡萨的球是比较重，对，所以这个球你会发觉，在我们上半季的跳奥8球的失误率会比较高，因为球比较轻，但是这个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米卡萨的球是比较重一点，对于我们跳奥8球的人来说是会更有利。对，而且就是那个旋转的轨迹会不一样，看当哦，看顺啊。对，而且你打到球的时候也比较打到球，它不会那么快，球就砰就飞出去。对，就是那种触感是不太一样，各有擅长了。而且那种跳飘康迪的球是非常难接，因为弹性太够。哇，小高这个球单扣啊！不过这球有点短了，林锦龙这个球已经没什么高度了。对，其实锦龙这种飞出去的时候，其实他只要在轻轻打，因为打前线，但是打的是小高的左手的时候，这个球就会他接要出去。对。6比5，中间继续发。又发一个小球。好，这球也想要打一个touchdown没成，修正还是给小高。哦，最后直线呐，这球转得漂亮。哇，这个直线直接弄这个旁弄到碎哦。对，因为小高其实真的去日本回来之后，整个的打法跟他的一个稳定度，其实真的有提升很多。哇，看我们钟轩打下去那种啪一声，对，相当的饱满、清脆啊。3门炮，一个负责发球，一个负责打4号位，还有后面穿出来一个。啊，突然间的整个加大的攻击面呢，也让分数突然间的一个落差。现在是桃园台产喊暂停5比8。先定直线嘛，好，定直线。OK， 告防一下。防守，后面的防守有没有？后面的防守去看一下拦网的，哦，都会闪一下。其实你对到了连庄的队伍，每一门炮都能攻击的时候，你要拼的是什么？你真的要好好设定我发球到底要发什么样的战术。发完球起来之后，真的要拼的是什么？防守。因为你要每个都有经验，你要上去把它拦阻到是不可能。所以真的就是这球设计起来，可能就是哪几个位置，让那一个人没办法真的有机会攻击，再去抓另外一边的选手。其实这样子你才有机会在连庄里面去好好的守得到跟反击。好，暂停过后要来看吴宗轩继续发球，8比5。短发的真好，你看那手腕的运用哦。哇，那个变化让你真的看不透。对，包球包得很棒。哇，真的是完全自导自演，自己发球，然后呢自己来打一个后排的老二。是，其实我觉得钟轩跟小高甚至这些球，其实给凯杰的一个回馈可以再多一点，就是什么回馈？就是笑容。就是这个球，OK， 他慢慢就可以，他其实凯杰是一定是有一个他的能力是在的。那假如说怎么样让他可以越来越好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回馈就很重要。还好这个球领先反应够快，这球又有一点over掉，直接二话不说往对方的场区压，做个突破。对，就是一个灌篮得分。快攻有先跟哦。这就没打死，这个修正可以打。哎呀，有没有 touch 呢？有吗？有 touch 啊！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以后国家队出去比赛的时候，真的要练习打的是平击，就是打手，没有要打下来的。对。再来，
好，这球也接偏了，只能够修正给小高。好，再来，直线，加快节奏，好球，好球，好球！哇，这个球小高的跟上去的速度够快了，弹速也够快啊。对，大家不要忘记，以前小高的一个高中球队就是我们的东方工商，打的就是速度，连开网球都是速度，所以他打这个球其实他的这整个的一个打法在运用，其实是得心应手的。10比7。哇，这个球隐蔽性虽然说有，可是现在林锦龙也真的要再思考一下啊。毕竟牌面上来讲，篮网的高度是很够的哦。对对对。到底要打出去？还是要打进去。其实你认为这个球，你想真的要往外打，你就要把这个角度要打得够大。是。11比7。好，小高这球吹啊，出界。对，吹了啊。所以在这边真的你会发觉到那个打到球的那个声音的感受度真的很好。在这里打球，你都会觉得自己很厉害了啊！对，那个听那个是我那保球保得这水啊！对对对，连刚刚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我们监委员老师都下去，都忍不住，对，都下去接了，真的。好球，这个球收的不错，哎，放直线。对，而且你放直线，这球应该，你只要放直线，应该放斜线，应该打给阿亮去接。你居然要处理这颗球，你这样处理给自由球员，这就不对了。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好好接，所有的人都可以攻击。对，你要处理球，应该处理给举球员是最好的。对，让他去接，让别人来修正。中间的快攻，这球救起来，施朗，哇，又被他抓到这个球就有点丢的，有点不应该了，太快了哦。对。哎，你看了从5比5之后，整个从中间的整个发球，那这种3本柱的整个功夫打出来之后，整个气势啊跟场面就不一样。对。好，现在桃园台湾产险在海暂停8比13。调整一下，节奏。然后那个有手起来的时候，今天去修正球的时候敢打一点，然后后面要cover，就这样可以。都去喊声，多喊一下，快速的跑，我以为发生什么事，因为他是要送海报。对，其实他也可以送给我。其实他们怎么知道我不想要？我们也许可以把它回去，当我们有时候课程有没有一些排球的课程，也许他们很想要那种海报哦。哎，清大有没有海报？清大没有。没有的 ，OK。好，今天也有相当多的同学来现场观摩。对。王比勋的发球，哇，这球，波浪冠，起码是安怎？哇，怎么会让他落地呢？哇，这个球让他落地就不应该了，这个没有任何的理由啊。对，而且球又是在前面。对。我们的藤川加大即将要上场哦。看起来有机会哦，这球没有撇到，再一次。长线被守住，哇！这个施朗的破坏力单扣真的很难扣死啊。对，而且你看，我觉得他们现在的有一点比较变化的是，他们现在的球速都加快了，都变很快，所以你看这个球变成中洞的高度的空隙越来越大。所以说一样啊，就是你跟连庄这样的球队打球，你就是那个专注力要从头到尾一直要咬得很紧，而且要很 focus。你只要一有一点闪失，整个就被拉开了。没错。没撇掉啊！这球可惜没有顶回来。这刘玉玲在这阵也是稍微也是就是肩关节稍微有一点点撕裂伤了啊。不过看起来就还是要找时间去稍微治疗一下了啊。对，而且看他感觉上好像还好。后面3个哦。哇，这个发球张宇没能够掌握到。对，少宇没能够掌握到，可惜了。所以他们还是，我觉得现在就是还是要把接发球
他第一波其实一定要有办法跟连庄来做比拟了，对。其实你看到目前为止这样讲好了，就是你比较没有看到那一种真的打的，就是很直接得分的那种，能够让自己士气提振的那样的球型出来了。没错。好球，有说得来了啊，就是要这样的，你要有几个球让能够闪过去，好好的 K 一下，把自信心给打出来啊。也加大一下这个地板的热度啊。对。10比17。刘玉玲的发球。中间这个球没包到啊，想要拉长线的，这球打飞了。这球中圈打，其实真的也很有经验。他只要再慢一点点的，这个球也许是太紧。其实太。分数的差距仍旧是在7分，18比11，18比11。对，其实你会发觉，就是在第一局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一个台场的自己失误真的也多呀，失误真的也多。好，藤川加大。好，现在把这个日本的藤川加大给换上来，7号，延续他在大学的金鸡的这个背号啊。啊，个头真的不高，185，体重不到70。对，看起来一脸稚嫩啊，22岁。再来修正，还是往4号位要打这个弹跳，不过这球应该是 no in 了吧？对，应该是 no， 因为这个点都完全掉下来了啦。对，想要挑战一下我们狼网出球。好，在桃园台场这边呢，仿佛要来挑战的是狼网出球。这几天在这个礼拜跟下礼拜都是在这个桃园的中原大学啊，这2周的一个赛程啊，这也是下半季的这个赛程啊，正式的这个展开。那也是气排今年的第10周。没有啊，这个球确实是点都低下来了，都往下掉了。对，没错。好，再让连庄拿1分，19比11。弄中康。哇，这个球刚好在整个并位的2个人的拦网手的中间啊，这个缝让他给抓到。可惜了，张晨的发球直接出界。好，现在你可以看到连庄几乎就不断的在走马换将啊。对。好，现在换到施宗玉上来发球。那陈冠敏也在场上。有，这就是其实一样的道理哦，就是桃园产险这一阵子就有一点打得自己有点乱，要不然其实他们也是有绝对的高度跟绝对的一个攻击火力的。对，其实我觉得现在看少女的球，就是当你这个球起来，你要知道你的最主要的攻击手是谁，就是现在的这一季来说，是玉林的一个把握度是最好。当你要得分的时候，你要给谁？对，然后看到发球连续3颗发球奥赛，连续3颗的。这机会都没有真正好好的这个掌握到啊！那现在桃园台产这边也换人，把7号的林廷伟给换上来。宋博廷也上来发球。
21-13。发球的失误。连4波连4波发球要是你是教练，你会怎么处理？我会希望他们现在来说，不要求要发强击，而是你先每一个人都一定给我发劲，然后发球的时间拉长，那你的呼吸，整个球队的一个状态能够先慢下来。因为有时候可能在主场我很亢奋，所以就一直失误，所以说这个时候发球放慢，让大家多一点呼吸，跟大家讲你现在的状况是什么。那他们毕竟都已经很有经验的选手，马上就可以恢复过来。转这个直线打得相当的细腻这刚刚讲很多这个整个连庄的球员还是教练的观察，他的动作就是细腻这也是就日本选手基本的了对，那他球一起来，这动作很手掌打到球的这个很扎实。但是这个球你看他是轻打，他不是很用力的打。好，林冠洲换上来发球。还有吗？可惜啦。所以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逻辑，就是说你不太可能说你一波就把连庄给打死，所以你的那个防守卡吧的那个观念也好，跟态度，你真的要更积极一点你要赢连庄，你就是要有就是拼了命的防守，而且拼了命的专注。为什么？因为他不会让你有机会一球就把他打死。那可能，而且你就算打他手起来之后，你在很好拦网的时候，他的技术性又有的时候，很容易去造成你的突破。所以你就拼了命的就是防守、专注。对。15-24，爱你。哇，就所以说这几波的发球真的连6应该我觉得这一局的对啊，这局的发球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落差，25-15，连庄抢下了第一局。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 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会想要去一间比较好一点的美式餐厅那边吃饭。我还没尝试过在跨年的时候去露营。希望今年可以不要有比赛，然后让我们大家开开心心的去跨年看烟火，可以跟自己很好的朋友过就可以了。我没有什么跨年，因为我好讨厌那种人很多，然后我也看不到烟火，就可能跟家里聚一聚。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就简单的生活。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 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的运都蛮好的耶，就是每次我抽的礼物都一定是抽到那里面最好的。但我有看过，就是有学姐她的礼物是卫生纸，然后还有学姐去 Seven 买那种微波食品，就说送你吃一餐。记得好像抽到垃圾桶吧，对，因为那时候有金额限制，对，好像不能超过200块。燕麦棒，我送的。原本我是送一个手套，我觉得手套好像不太够，我就加1盒燕麦棒进去。我圣诞节收过最大的红包就2万块。我大一的时候，学长就是提议说要准备一些比较奇怪、有趣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抽到一根甘蔗。去年小玉姐她送那个慧莹一套那个恐龙装，然后她就在那个姜母鸭店当场换上那个恐龙装，然后跟大家一起合照这样。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 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收过一个最好的礼物，大概就是抽到一个 UA 的包包，蛮实用的。然后最坏的礼物大概就是一包卫生纸吧。收到一个
非常80年代的一个女歌手的唱片，因为那个是要用那种很老式的唱片机放啊，家里也没有，所以后来就摆在家里，然后就摆很久。让我最难忘的圣诞节礼物就是刷马桶的那个刷子，对我觉得蛮实用的，但是我觉得很。大学的时候交换到一瓶很独特的百威啤酒。那时候我们学校玩交换礼物，然后他就抽到老师的 Uniqlo 2000块随便选。高中要搞怪，所以我收过最奇怪的礼物是那种焊接的那个面罩，但是它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用。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rd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在家吃泡面，裹棉被，跟队友一起度过，不然就是跟家人嘛。我想在家睡觉，跟老婆跟小孩一起度过，就可能去大世界或者是剑湖山去看看烟火。可能跟球队一起吃完饭、练完球之后回去，就是跟家人。想要去101的现场看一下烟火吧，跟家人在一起吃好吃的东西。7月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rd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rd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失误率来讲，桃园台湾产险也比较高。另外就是真的是失误了啊，连庄1局5次失误 OK， 可是呢，桃园台湾产险在第1局出现了有10次的失误，那也让对方在拦网的部分拿了2分啊。所以从各个数据、各个面向来看，确实是有一些小落差啊。那几乎是从5比5之后就开始这个状况出来，就整个被拉开之后，就一直没办法再拉回来。施良5分，吴宗轩4分，高伟成2分，那刘玉玲3分，林锦龙2分，艾妮2分。来看第2局的情况哦。中间抓一个，这球没打死。哇，这种中轩的出手还是让这球吞了下去哦。对。你假如像这种球，你让中轩来把握的话，通常是拿球稳。连庄拿下第1分。好，顿垫一下，打一个时间差，好，不错。对，这球玉林切动进去之后，他摆明这时候整个要往外打一个他就要。其实真的，如果说现在就像刚刚的德权提到的，如果说现在就摆明你攻势主要是这个刘玉玲的话，你就真的要给他多一点不同的一些变化， 对不对？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在我们第1场还是第2场，就是在台中的时候，玉林那一球他得了多少分数？对台电的时候那一场，他就是什么球都给他，然后关键球起来就是他。他跟锦龙2个人，然后他占大多数，所以一个球队要好，他一定会有一个很关键的攻击手，而且他的大部分的球50%好了，55%或是45%是他的，剩下的其他攻击他是削了其他的，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比赛中他会正常的比例。每一个国家队，每一个国家的一个好的联赛都是这样，球队都这样。这个球中间的4号被拦死啊，这分是桃园台湾产险给拿到。第2局的开局不错，3比1。
哇，这球硬是被救回来。对，钟轩要小心哦。哎呀，这变作是一个虚攻了，张安成的中间的快板。对对对，安成本来就不是一个强击型的选手，他是这样，这个快出手的选手。好，这个开局也让连庄现在赶紧喊暂停，1比4。刚刚这几个球，当然了，整个连庄的这个节奏没有打得那么快，比较传统的这个修正还是被对方给抓到啊。那再加上几个中间的突破啊，那不管是切入还是快攻啊，林谦刚这几个球配的是比较活泼一点。对，没错。中间这球也是最后最后点扣的瞬间啊。对，这个球就是你看中间是等你的手过去，打你的右边右手，那这里他就要出去。所以他因为手都已经很高的举在那边，看你 Q 型之后再看往哪边转走，这是一定的。这是好的选手，就是到最后他不会用力量跟你打了，他这样他用技术跟你打。石朗的罚球，这球也是出现了失误啊。5比2，刘玉玲。哇，这球你看啊，所以刚刚也提到，你慢慢让柯凯杰跟钟轩那个搭配起来，就跟上半季就完全不一样。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他已经可以抓到钟轩他要的那种 tempo，就是碰到你看他这个球，因为碰到球马上，你不要有那一种高度慢慢的，而且用身体、手臂跟你的肚子这个腹部的要往后推，那个速度要够快。钟轩是喜欢这种速度的球。小心小心小高，小心脚小心。恭喜的哦，一来哦，就有很多那种举球那些美感哦，你来形容就真的很贴切，又很传神哈。好，不要这样。因为那是你算是你专科的哈。对，那个就是你刚刚讲那几个动作，就是他怎么样去利用身体去加速那个球，对不对？加速，因为待会你看这个是像 Lono 以前的时候，因为 Lono 的手他球会放的比较后面的时候，他的下巴跟你的肚子，你只要再回到以前，他在拖这种球的都是你要拖快拖平，一直是这样。对。哇，这个小高今天打很多个人的横移啊，都往旁边飞出去啊。对，小飞侠，航空，还在航空业还没有下来。哦，当机师当很久。对，还在开了，还在开，对，还在遨游。业务很多啊。对，还在遨游。哎，现在这个运输业大好啊，这个生意接不完。是。有打点拉高，所以这也是其实一直在讲林子荣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实力。他的196，手只要举得高又能跳，根本拦不到嘛。对，而且他假如能够，其实我觉得锦荣其实能够再突破好一点，他的直线的威力，其实他的直线的威力，假如能够再像钟轩这样直线再比例再多一点，他会非常非常的恐怖。不就是在那个手法的那个。习惯性跟他自己对自己的这个企图心跟性，因为有的时候他常常会失误，就是他要往侧面转斜线，转得太斜都转斜了，转太多。真的，因为你斜线不会可能，因为你转得越斜，相对人家以后拦你为什么转那么斜？对，他的斜线的位置他已经拦得很斜线。那这个时候哪边会出现空隙，就是直线。那你还不去打直线，所以为什么很多攻击手他会打得很斜的原因在这里。真的撞到！哇，这个触网就触得有点大，几乎是整个人脸贴上去了，人脸辨识，真的。好，现在5比6啊，连庄刚是挑战成功，轮到了是钟轩的发球。哇，没人管啊！
打三不管地带，波浪秀，波浪出手，波浪画声。你看，像钟轩今天的一个跳发，你看打到球那种声音，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整个轮转出手瞬间加速，而且他发在哪里？2个人的中间，这也是现在日本国家队其实他们在跳发的时候也会采取这样子的发球。对，6比6。啊，这个想要放软，可惜了，差一点。好，轮到了林锦荣的发球，目前双方1分差，7比6。球来，修正给小高，啊，这球小高轻轻的把它点过去，反倒形成了一个绝妙的吊球啊！对，真的是在用头脑，因为其实在他之前小高他到日本去的时候，你强击打不死那些，因为日本人他日本的球员他定位站得很好，判断很好，你怎么大力我怎么守，但是你要一点快慢的转换才有机会破坏到他的节奏。刘玉玲这个球是拉长线哦，那可惜了，这个球被判定是出界哦。要挑战吗？还是要拦网触球？哪一个项目要想清楚？要想清楚，要挑战，按了，要挑，不挑？没有，因为他们在犹豫。但是我在单口相声的，就用我的讲。对对对。对。他可能到了半天，他等他，对，到底，然后一直在，他在数 money 的感觉，到底要干嘛？对，然后那个最后我们的那个主审就说啊，下去吧。啊，这球有点流得太出去了，搭配没有。哇，这球真的是完全，你看速度加上去啊，那施朗这球往内啊，球没有给的那么高，对，很快的一个弹跳，马上做了一个强力的扣杀。对，你看现在很快的2分就又2分，都是自己没有办法把这个球打下去，失误2分又回来了。小高的发球失误啊，8比9。好，这个守得不错，再来给谁？中间老三，哇，看不到天日的一球啊！对，其实这个球应该给锦龙会好。对呀，我本来以为要给他。对，为什么？因为第一个这个球，你只要从那么远的地方举到中间来，3个人都不用动。对。但是你只要举给锦龙的时候，你两边的选手他是要位移的，他才会有空隙出现。中间的快攻。还是一样，这个光是其实说一样啊。艾你如果没有用到他的高度的优势，硬往下扣，其实机会还是不大了。对。这个他还是要往下扣啊。那施朗也不是吃素的哦。对。而且弹跳能力2个遇到小凯弹跳能力，他现在的身高，对面的身高是194左右。对。放软又被压回来，哇！这前面你看前排的拦网的高度也是平均195哦，3个人加起来真的差不多就是192、193的平均高度。哇，这几分想要用不同的一个手法都没能成功啊！现在桃园台湾产险喊暂停，8比12。把球接高一点，把球送高一点，让林谦有个人的动作可以继续判断一下，哦，不然那个球还没响，球就要出去了。对啊，送太平的时候反而不好思考，哦。对啊，角度是可以的啊，但是高度我们调整一下，啊，它够高没有关系啊，哦，不要这球上来的时候他来不及思考，球就分掉了。我犹豫了，再一下，哎，节奏我们掌握一下，拿回来。你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你看他们这几个吊球也好，后来就是都是处于比较被动的情况，而且没有球的高度的优势啊，所以说那个能够有的施展的空间就变得很小。对。
这个爱你打不好就没有那个球没打好就开始讲了，比如说电话打不起来了，电话线被拔掉，忘了缴电话费没有。他今天根本没有带电话来，因为还没有拦到，因为还没有拦到球啊。对，还没有拦到球。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没有，其实我现在就是我们台湾产业没有拦网，然后也没有反击。对，哇，这球还是被打到身上，又给弹了过来。这球给谁？哇，这球有点不干不脆、不干不净啊，不知道要给谁呀？现在。换人。对，其实现在就是台湾产线，他们现在的后面的选手，像是易容也好，立森也好，其实这些选手甚至连林廷伟都好，这些选手都是现在的这种大一、大二其实很好的选手。其实不必执着说谁一定要怎么样，而是让大家讲说真的他状况不好，那我就换这些人上去。绝对都可以有机会，所以等于就是可以再机动性再快一点。对，没错。因为连庄也对你们这些人也一定会熟悉啊。我们打了2、3季的时候，对你也会熟悉。但这些新上来这些选手们，第一个有活力，再来这样体力旺盛。对，9比13，爱你。哇，这球打飞了，这球给的球稍微低了一点啊，打飞了。那都是自己失误啊，都自己失误。有防备，好球，他打得很准。哇，这球给的还是过头啊！好球，再来，还有，国勋很好。还有吗？哎呀！虽然说有拦到，可惜这球没能够把球给顶起来。对，那钟轩这个球速度，其实你要拿钟轩的球，你真的就是两侧要定在那里，而且这样，就是只能好好的去守。一个把这个位置完全拦死，所有人都会好好去拦另外一个他可以打下去的位置，这样才有办法。对，好球！林锦龙慢慢的这2分的整个攻击啊，对，直线，没错，他也要跳出来。其实我觉得，其实锦龙可以，甚至他打的速度是不是也可以打得更快一点？对，跟钟轩一样这么快，就是像这么高大，其实后排的高度需不需要打这么高？那个就代表他平常练习要更积极，对，好让他的整个肌力、弹速要能够加快，跟上节奏，要不然打2个球1球开西会觉得有点压力的，对不对？对，没错。那这个球这个球就是个问题呀，速度不对啊，高度跟速度不对啊，对。就看得出来，就是他平常跟易容的搭配可能没有搭配到这么熟了。对，没有那么熟，真的没有那么熟。对，今天脚是可能玉林这个球啪就进去了，或者不是像我们在拉力赛那个时候那个祥敏啪这球就进去了。好，现在再把藤川加大给换上来。还有，再点上来。再来趴尿碎！哎呀，吴宗轩啊，会不会太凶了？哇，这个球的timing掌握的真好啊！今天钟轩大杀四方，真的。你看，连倒地都这么帅。对，其实钟轩其实从以前到大学到这边，真的那个进步的幅度真的是好几阶。你要说有马力的话，可能从一开始的可能90几匹，现在已经到超跑级了。真的300匹以上了。对，300，对，真的是完全是不同的。而且他以前更纤瘦。当然，其实钟轩一直是非常好的选手。对，也希望说他可以这样子，只有慢慢的能够越来越好。刘玉玲的发球，好球，脚高放软，小心，对，来再来，
翼龙包长线啊，其实没有关系。对他就是要给他一点时间，对让他适应一下了。对，让他适应一下。其实我甚至觉得，待会下一场的时候，他就可以上他线。其实像翼龙还有宇浩、高宇浩，都是以前在屏农高中主打的选手。一场里面他们可以囊括60%的攻击数，所以你怎么样运用他们？他们是这么好的一个选手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让他们打开？而且以前也是2、3个人在拦网他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能够突破？他一样可以突破啊！对。与其你要打一些2个人接发球不好的时候，就让这些选手去打，因为他也习惯2个人拦网、3个人拦网了。其实，在高中阶段都是那种球队里面的这个算是王牌了，能够挑大梁的了。没错，这些都是别队也许都很希望有的选手。就准备 Q 别队这种。对，就很希望的。因为什么？因为为什么觉得邱老师在流口水啊？没有，2个邱老师都要流口水。没有。哇，大学线小高。对，还是祝福他们到每一个学校去都有一个很好的发展。不过其实就是在一样啦，就是因为现在确实啊，这几年中原大学台产这个体系啊，真的是 Q 了很多的好选手。对，但是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发展的更好啊？对，像篮网的，像联会的林立生啊，林立生也是华侨高中对一个非常高大的选手，也是我们国手级的选手。那你怎么样？你把他放在后面，让他是不是也可以？其实假如说后面真的领先的东西不那么大，那我让你上去打。也许他们打下去，下一局我再打，也许他可以打得起来，再换这些人再上去。对，好，我们刚刚看到这个邱教练，就是那个邱金志邱教练在跟的是日本教练在聊天了啊。那也是藤川加大的这个竞技大学的教练。哇，对，所以刚刚讲说，因为一多在我边，我冇都跟你聊天，因为攻击技，邱老师就可以跟他聊天。对，邱老师的日语超好的。真的。对，其实我们邱姐真的是以前，你看她在以前在日本的时候，真的是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手。所以有时候大家可能因为年代可能有点久，那对于这些年轻的选手不知道他的教练以前是什么底细。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不知道他以前教练哇原来是这样。我告诉你看展。对，你们那时候他讲的那种你又没什么，这你看你要不要看一下以前？对不对？去日本打直排的是谁？你要看一下。讲到我比较印象比较深的是，我看过他攻击的那个感觉他那个就是那个韵律感很好，韵律感相当好啊。对。好，13-19，拉回来，看看现在现场的状况。第2局台湾产险能不能再追进一些？对，林锦楼放短，好球，在那个出手，所以你看稳定度，你看。对，有的人会来到一个陌生的场地，然后可能会他还选，你看他上去的那个手打去的稳定度啊，怎么样？连他们的教练，你看他这球跳起来多的高度，弹起来很流畅，很顺畅，对吧？我相信他之后也是，我觉得一个，我觉得在联庄一个很大的火起啦，对。林冠洲这个发球也是可惜了。14-20，潘一荣，对，他那个手腕的一个稳定度也很棒4号位这个球该快该慢啊，那个出手该出手重，该出手打平的，其实这几个球都有一些变化。看这个球来棒。看这个身体球，其实他人已经在标志杆外面，他的手法这个打下去的一个身体的延展性打得非常的好。对，刚才那个重播大家有在线上可以再往回看，他整个已经跳在标志杆外面了，所以他找这个点找得非常的好。而且那个最后身体的加速的力量是很好的，很协调，而且是很有弹性。没错。好，这个球。而且刚刚其实也聊到，其实确实在桃园台产这边还是要让刘玉玲的这个点先打热打火了啊。对，没错。你看宇浩要上去了，对，让这些选手有机会。其实他们以前真的都是真的在可以说独霸一方的一个好选手啊。对。好，现在把高宇浩给换上来。对。要不然宇浩其实你看他以前的弹跳能力也好，出手攻击的一个都非常的好。看跳发起来就马上可以完整，放软球，
玉林，要让这个点打开啊，没错，就是让玉林多打一点。为什么？你一个球队里面一定就是一个主打，但他可以怎么把重点放在那里？就是刘玉林跟靳龙。你想球一起来，哪一个把握性比较好，你就给他，对，不要让他冷掉了，你在那里啊。16-21，翻过来，还有，再来，硬是钻了过去。刚刚加大这个球一样啊，他的这种他的打法真的是哦，他的打法等在那边修黑的背，对，准备啊，在最后才做一个加速，对，而且他打你的手指，打你的手掌，他不打你的手腕那边，手腕地方一旦让手完成拦网动作，这个球一定是下去的，对。好球，林锦龙不错哦，这第二局也是整个有打热哦，他跟刘玉玲还是。就像大家记得上一次他们击败台电，就这2个，一个将近30分，一个也超过20分，就是这样的水平。对，没错，对，而且那场现场看，哇，那个玉林整个人哇，前面后面飞来飞去，就只有他了啦，哈，就只有他，其他人几乎都不存在。对17-22，林谦的发球。哎，这球可惜呀！哇，这球直接勾到了网带上，没办法再有这个第3拍的救球啊！今天当然我们现在藤川只看了几球啦，那他看到他，我就让我想到日本的棒球，对，就差不多还得到那个水平出来之后，每个人的基本功啊，都到那个程度上，就不会有太大的落差了。对。18-23。其实我们只要能够多引进一些日本的一些选手来，其实他的细腻度跟他的一个打法，其实会增进我们成长。对。哦，这个铁得够快哦！哇，碎！我们冠州也不遑多让。真的。看出手，出手超快的，出手真是快。对，而且动作真的很漂亮。那慢动作这样来解析，看他的攻击动作，从整个跳起来打到球，整个完整的一个动作，其实真的是很一个教科书等级的一个动作。哇，这第2局林启龙真的也是杀红了眼啊！对，没错，举球就是要这样，第3局才有机会。看这个球，而且就是在做一个切入啊，再做一个切，完全掉开了。对，因为你讲冠州个子没那么高，你让他原地跳，跟他助跑跳，拦网的高度一定不一样。那你个子没有那么高，我就让你原地跳。对。好，现在再把艾妮换上来，桃园台产再追1分，19-24。啊，宋博廷这球跟上。这分拿到，第2局结束啊，连庄25-19，再下一城，局数2-0。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rdcore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的运都蛮好的耶，就是每次我抽的礼物都一定是抽到那里面最好的。但我有看过，就是有学姐她的礼物是卫生纸，然后还有学姐去 Seven 买那种微波食品，就说送你吃1餐。记得好像抽到垃圾桶吧？对，因为那时候有金额限制，对，好像不能超过200块。燕麦棒，我送的。原本我是送一个手套，我觉得手套好像不太够，我就加1盒燕麦棒进去。我圣诞节收过最大的红包就2万块。我大1的时候，学长就是提议说要准备一些比较奇怪、有趣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抽到1根甘蔗。去年小玉姐她送那个慧莹一套那个恐龙装，然后她就在那个姜母鸭店当场换上那个恐龙装，然后跟大家一起合照这样。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rdcore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会想要去一间比较好一点的
美式餐厅那边吃饭。我还没尝试过在跨年的时候去露营。希望今年可以不要有比赛，然后让我们大家开开心心的去跨年看烟火，可以跟自己很好的朋友过就可以了。我没有什么跨年，因为我好讨厌那种人很多，然后我也看不到烟火，就可能跟家里聚一聚。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就简单的生活。我收过一个最好的礼物，大概就是抽到一个 UA 的包包，蛮实用的。然后最坏的礼物大概就是一包卫生纸吧。收到一个非常80年代的一个女歌手的唱片，因为那个是要用那种很老式的唱片机放啊，家里也没有，所以后来就摆在家里，然后就摆很久。让我最难忘的圣诞节礼物就是刷马桶的那个刷子，对我觉得蛮实用的，但是我觉得很。大学的时候交换到一瓶很独特的百威啤酒。那时候我们学校玩交换礼物，然后他就抽到老师的 Uniqlo 2000块随便选。高中要搞怪，所以我收过最奇怪的礼物是那种焊接的那个面罩，但是它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用。7月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的运都蛮好的耶，就是每次我抽的礼物都一定是抽到那里面最好的。但我有看过，就是有学姐她的礼物是卫生纸，然后还有学姐去 Seven 买那种微波食品，就说送你吃一餐。记得好像抽到垃圾桶吧，对，因为那时候有金额限制，对，好像不能超过200块。燕麦棒，我送的。原本我是送一个手套，我觉得手套好像不太够，我就加一盒燕麦棒进去。我圣诞节收过最大的红包就2万块。我大一的时候，学长就是提议说要准备一些比较奇怪、有趣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抽到一根甘蔗。去年小玉姐她送那个慧莹一套那个恐龙装，然后她就在那个姜母鸭店当场换上那个恐龙装，然后跟大家一起合照这样。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在家吃泡面，裹棉被，跟队友一起度过，不然就是跟家人。我想在家睡觉，跟老婆跟小孩一起度过，就可能去大世界或者是剑湖山去看看烟火。可能跟球队一起吃完饭、练完球之后回去，就是跟家人。想要去101的现场看一下烟火吧，跟家人在一起吃好吃的东西。好的，在第2局的情况来看看，连庄的攻击火力还是要比桃园台城，哇，这个差距很大，16分只丢2分。那桃园台湾产检11分丢了8分呐、那整个失误虽然降低了，可是攻击的成功率啊跟稳定性确实有一个小小的落差。那现在在2局下来，现在在局数方面是连庄取得了2-0的领先。那吴宗轩拿4分啊，藤川加大拿3分，高伟成拿3分，林锦龙5分，刘玉玲4分，那施宇翔拿1分。这是在整个第2局双方的一个得分的一个分布啊。那刚刚其实这个德轩老师也聊到说，其实在整个桃园台产这边的阵容上，确实也可以让这些年轻的这个新秀更多上场的机会。现在也确实在第3局啊，做了一些阵容上的一个先发的调整。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些人你永远不可能，他你一直用到他，可能毕业或怎么样，而且他有人受伤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他毕竟后面的选手不是接不上，他们选手都很好，而且你不让，其实我觉得选手们改天他都没有比赛上场的时候，第一个他技术退化，再来他的动机也会减弱，那这样你再换他上去的时候，相对表现，你发现怎么一直表现没那么好，原因就会在这里。你要让你的局变就是又卡住，现在是怎样啦？哇，今天已经第2次了。
对，这个球是0-0呐，这是不用去想。对啊，就0-0要出来不是吗？对，他可能被挡住，然后想说，哎，他们两个有动作。我刚刚以为艾妮是 box one， 在篮下要抢篮板，把人都卡住，这样子安抓了。就说不要让人卡到0-0，结果那这个球当然就太低了。哇，吴宗宪只有等了一下，还是一个大长线。对。所以其实你可以感觉出来，哎。似乎有那么一点点的感觉，应该这一阵子整个这个桃园台产这边的这个练球的默契，哎，好像没有那么活络，对不对？对，可能也预赛刚打完，对，然后可能也有休息了一下，这是很正常的。这球救起来，还有中轩好球，哎呦，这个球又让施朗直接轻松摆下去，对，刘玉玲的拦网出界，对。不，当然，其实我们也知道，好，这一上来第3局啊，这对手连拿3分，现在稳一下，缓一下。马上看到的是桃园台湾产线喊暂停，要打在篮中，那球不抢啊，对吧？对啊，没事，对啊，再来，观念而已啊，观念而已。对啊。再出手快就打开，他们就来9，哎，在。那边的球守起来的时候，林谦过不去的时候出来抢。这个英文跟艾妮在沟通，当然我不知道他们在沟通什么，他可能是在跟他讲说，你不用帮我卡，你要帮我。对，要不然应该是跟他讲说，因为可能艾妮有跟他讲说这个球是不是太低了，他说 OK 好，我知道了，对。好的，这个第3局一上来，桃园产险就出现了一些状况啊，给的高一点，被点回来，哎呀，这局又过头了，也逃熊罢了啊，这都是小地方，可是都原本可能是得1分的机会，就等于是机会又送给对手罢包了。对。吕江豪凯真的就不客气了，对，要比前面的高度，比弹跳，我可是不输人的。对，好球！这个守得漂亮哦。来，钟轩，哇，钟轩今天感觉上对面没人呢啊。对，我钟轩跟他没人，对林这种没人的感觉。因为钟轩现在要把刘少宇换上来，对，少宇换上来。其实我觉得你也可以多给少宇一点点机会。第一个，他以前也是内中冠军队的举球员，高度也一样，差不多190。对，那你一直的你有机会让他多打的时候，第一个他的动机变强，而且他本来他的能力就有。球要先接好啊，不管怎么样，都还是来自于说球不接好的话，这攻击手只会越打越累，而且会越打越没信心。对，因为没有，你看这个球其实这个球是玉林应该要这样，就直接打斜线，斜线就一个人拦网嘛，对，而且你的力量也会比较大。看这个球，对，这个高度好啊，这个高度是比较让艾妮的优势、身材优势能够出得来的。对。这个球真的给的有高。对，我最近在播那个世界男排的那个俱乐部的一个锦标赛。对。那个每个中间手都是他3.3米的那个3.3米的攻击，你怎么玩啊？对啊，那至少一点都不好看。对，太高了，太高了。对，他们的原地这样轻轻跳起来的高度，就是我们助跑跳的要死的高度。对，所以他们在每个攻击手中间的快攻，差不多都在那个标志杆最上面。哇，钟轩今天是杀红了眼啊！对，因为这个球其实锦柔的定位并没有就定得太直线呀。别看钟轩已经跑进来了，对这个动作，对，而且中间做一个侧切，中间就很轻松的就可以把它打进去了。7-1。接发球哈，对，好球，对。这就稍微等一下啊。对，这是潘一龙一个标准的打法。你看2个拦网，我打中间的那他就要出去。其实他本来就很有这样子的一个突破能力啊。2-7。哇，这球多了。不，艾妮很有意思，艾妮
现在说怎么样把它调到最适合打排球啊？因为毕竟他的经验各方面，他的发球常常让我觉得好像就会把这个球给挤出去，没有那个安定感。对，因为他会想要强挤，所以他可能因为他们会可能把发球当做一个。这是一个攻击，但是这个是却 OK 的，但只是说你假如每次10颗球里面你发了8颗奥赛，2颗才进，这个就不叫攻击，真的，这叫做失误。所以可能就是还是要跟他讲说，你的球其实很有威力，你怎么把它发进去，而不是一直加压，就他只一直在加压。对对对。好，来看看林锦龙的发球。啊，真的是。王敏勋这个出手够快啊，出手够快，突然间的点扣。好，轮到吴宗宪的发球，9比3。啊，宗宪这个想要把球给顶起来，可惜了。好球。没有抛好，这个球变作一个优福螺旋球。没有，他球没有抛好，他必须把球抛好。看这个球他没有抛好，你看那个加大的球，刚刚加大的球，他就把球撸好呀，发给人，而不是说这个球坏了，我还是硬打，这就不太对了。往直线走，这个球的发球，藤川加大也是发生了失误啊，5比11。看，现在跟中轩的搭配上面就没有什么问题。对，真的他跑进去多了。对，跑进去的时候，OK， 那可能太出去一点点，中轩他可以调整。但假如说你差距太大的时候，中轩就没有，因为中轩是属于打速度球的人，一旦你的球速度不够，他就很难去处理。机会。哇，这个给的太短了，这球给的太短了。是这个球应该只有西田有志打得到。真的，这个网络上有人敲碗了，看有没有可能西田有志来。先不要想那么多了，先给人眼睛快一点，后啊珍惜，慢喜欢这了哈。没有跟连总说，那签一场来打一场的，把国家队6个人都签一场来。好球！你看这个球也就那我想大家不要敲碗谁，到底是西田还是高桥兰？对，你看这球还是太短了啦，太短了。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球为什么加大没有打？第一个，你连续他打了3颗后排，连续。他的一个，因为后排没有人会连续打3颗的，所以第一个他前进后退，他这个节奏就乱了。是，你可以让他打1次。对，或是几波来回之后让他休息一下，我再来打第2次，对，这才是对的。对，所以说有些这样子的一个分析啊，你看这个邱老师在，就德权在，就讲的会很到位哦，因为他的美感都你加，对，你2球有2球的逻辑，对，你要有一个逻辑，你跟你的队员的搭配，你比赛他不够好一点。对，因为后排你要讲后排没有人会去连续。1、2、3一直在打后排，因为在你平常，因为你要抄他就对，因为后排通常只会打1次，好，可我最后来好2次啊，这是已经极限。但你再让他连续看刚才那个球为什么？而且你这个球
没有搭配好，是他每球进去都吊球，他又往后退的时候，发球给他又来又一次，他光是这个移动的距离可能超过8公尺，这根本就在超体能嘛。对，8公尺，他光是在调整呼吸就调整不过来的。真的，对，所以这个是举球员应该要有时候你要去想一下的。哇，这个漂亮拉开了。其实运动真的讲穿了，它是个科学，它都是有数据可以做一些客观的分析的啦。那再来运动也更是一个心理学，你要让你的队友跟你的默契建立在说彼此都能够享受到那个这个成就，而不是彼此变成说我的串立马的串，哦，大家就觉得很累。对，就是其实你就像一个好像什么，你要。举球就这样，你好像就是一个，你要让谁闯，那谁很喘，是你想玩谁？你要而且让他玩得很开心，就是你他会恨你痒，只是他会觉得开心，我愿意，我要因为我会得分，所以举球员有时候你想要玩死谁，你就但是他只要又能得分，那就是最好的举球员，就是所以举球员你的所有，你看他很累，好，我就让你休息一下，我就换别人，对，就是你就是一个艺术。好，林锦龙在今天其实2、3两局的攻击确实是有他的这个不错的表现哦。对，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台场的感觉要像博勋一样，自由球员博勋一样打下去。你看博勋的他一直一个动机一直是很强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艾尼上一波的发球，我们说他一直要加速。这球贴网，阿亮扑出来，这球过头，往对方的场，哎呦，聪明哎！太强！哇，这个球横川佳代也是双手灌篮的动作，压在对方的篮网手上，还是造成了他这样。对，而且你看，但坏球他不会硬打，他还是会打一个安全球的概念。对，他不会像我们的选手看球打，这坏球我还是硬打。然后打奥赛、打农印不会，你看他这个球起来，他真的不行了，我用拖的把球拖到你的手上，让你去弹，这样子。换上施宗玉的发球啊，陈冠铭也上来。哦，漂亮哦，林锦龙这个球在空中稍微收了，等了一下啊，打一个大斜线。好，现在换人，把林廷伟给换上来。对。哦，界内，哦，这个角度够刁钻，好球，发球直接 S， 追上1分，11比16。所以我其实看这些选手其实都很好，对。然后跟潘一龙说他没有拦要退，修正球真的太强，包长线，哇，这个他就要。其实这种球，我们的防守其实站位这种球，其实应该廷伟那个位置应该再往后站，因为第一个这个球已经不够长，再来这个球不够长的时候又有点开网的时候，他要打在斜3米的位置其实是很难的。钟轩今天的威力真的是，哇，这球还是被拦了下来，而且是落在了界内啊。这球真的不够长。18比11。还有，再来。一样啊，这几个修正都没有什么，当然也没什么准备了，都几乎是原地起跳啊。哇，想要走直线，没有勾出去哦。对，而且感到好像有点喘。19比11。
写的漂亮。两边的整个搭配起来的流畅度还是有一些差距了啊。对，20-11。啊，这球到底是怎么过的？不是我们这边看，钟轩到底要发漂浮球呢，还是要发跳发？我看不出来，等一下可以问一下钟轩好吧？要让钟轩下来休息。对，他很把宋国珍给换上了。我们看钟轩发了3颗，算是他还在传，真的。好，换宋柏廷上场，来21-11，10分差。对，换第3。好，现在桃园台湾产险也把19号的林立森给换上来。对，看会发给立森哈，因为立森以前是打副卫的。好球啊，接的真棒！你看没有热身啊。哎，不错哦，林立森一上来接球、吊球拿1分。因为还没有热身，而且其实立森他脚之后要继续那个，真的还是要再瘦一点，还是要再减下分。对，还是要再瘦一点。在排球场上，他算是比较壮硕的了。对。啊，这个中间的突破，陈冠铭。22-12。有，行啊，慢了。泽宇哈，其实泽宇他以前毕业的是我们的大成商工，而且他是攻击手，但是他也可以举球，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全能的一个选手，泽宇。吊球，前面1分没打到，这个球真的就狠狠的把包吃掉。对，就狠狠的给下去。还有，哇，真的是卖高啊！真的是卖高，哎，你在空中了，真的是空中抓飞鸟啊！14-23。有点过头，还有小心，再来后排。还有踩线了吧？那个立森以为他前排。对，这球踩线了。那这个球加大，你看那个球瞬间出手的一个动作，真的就很协调。对，他的动作你看他跳起来很协调，软中带硬。24-14。放短，这球可惜放出了界，这1分拿到。连庄在今天面对桃园台湾产险呢，可以说是打的是游刃有余啊，直落3。第3局25-14，3-0击败了桃园台湾产险，拿下了今年的第10胜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我的运都蛮好的耶，就是每次我抽的礼物都一定是抽到那里面最好的。但我有看过，就是有学姐她的礼物是卫生纸，然后还有学姐去 Seven 买那种微波食品，就说送你吃一餐。记得好像抽到垃圾桶吧，对，因为那时候有金额限制，对，好像不能超过200块。燕麦棒，我送的。原本我是送一个手套，我觉得手套好像不太够，我就加一盒燕麦棒进去。我圣诞节收过最大的红包就2万块。我大一的时候，学长就是提议说要准备一些比较奇怪、有趣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抽到一根甘蔗。去年小玉姐她送那个慧莹一套那个恐龙装，然后她就在那个姜母鸭店当场换上那个恐龙装，然后跟大家一起合照这样。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 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收过一个最好的礼物，大概就是抽到一个 UA 的包包，蛮实用的。然后最坏的礼物大概就是一包卫生纸吧。收到一个非常80年代的一个女歌手的唱片，因为那个是要用那种很老式的唱片机放啊，家里也没有，所以后来就摆在家里，然后就摆很久。让我最难忘的圣诞节礼物就是刷马桶的那个刷子，对我觉得蛮实用的，但是我觉得很。大学的时候交换到一瓶很独特的百威啤酒。那时候我们学校玩交换礼物，然后他就抽到老师的 Uniqlo 2000块，随便选。高中又搞怪，所以我收过最奇怪的礼物是那种焊接的那个面罩，但是它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用。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 Sports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在家吃泡面，裹棉被，跟队友一起度过，不然就是跟家人。我想在家睡觉，跟老婆跟小孩一起度过，就可能去大世界或者是剑湖山去看看烟火。可能跟球队一起吃完饭、练完球之后回去就是跟家人。想要去101的现场看一下烟火吧，跟家人在一起吃好吃的东西。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 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会想要去一间比较好一点的美式餐厅那边吃饭。我还没尝试过在跨年的时候去露营。希望今年可以不要有比赛，然后让我们大家开开心心的去跨年看烟火。可以跟自己很好的朋友过就可以了。我没有什么跨年，因为我好讨厌那种人很多，然后我也看不到烟火，就可能跟家里聚一聚。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就简单的生活。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 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我想今天这个场面会蛮特别的，因为我们赛后的访问除了林教练之外，还有施宗元，还有藤川佳大。那我们特地真的是重金礼聘一个翻译的。这个不是只有平常教球啊带球员，那基本上邱姐今天帮我们来做翻。来，
教练，这个阵容下半季第一场的这样表现，你自己觉得这样的状况满意吗？其实蛮满意的，就是整体来说蛮顺畅的，但还是有一些小缺失，我们应该可以再调整，会更好这样。那对整个搭配上来讲，有没有什么今天特别去提醒队友的，提醒你的队员的？其实我们就是还是一样，我们就是先把接发球做好。那其实我们每一个攻击点都不错，那再加上举球如果没有就是球质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其实多了它之后，我们可以降低很多失误。那其实对我们整体来说是很好的这样。好，我们先跟钟毅聊一下。有人说你们两个很像了啊，那很像，对不对？很像。那等一下，就基本上就是你对这个新队员有什么看法跟理解？就是因为之前他们有来这里友谊赛，他们有来台湾友谊赛，然后我们有跟他打过，然后就是对他蛮有印象的。就是那时候就是他们日本的处理球，然后跟接发球都不错，对，所以对他蛮有印象的。OK， 好，来了，我们的邱老师。我吗？对，你没有基本上跟大家介绍一下他自己，对，大家对他不熟悉。那来台湾的感觉怎么样？日本語です。私は通訳する。藤川啓太です。拿麦，他叫藤川大介。这关东山啊？这关东山。对，他就讲这样而已啊。好了，对，那对台湾的印象怎么样？对，来多久了？22歳です。ポジションはアウトサイドヒッターです。他现在24岁，但是他的位置原本在进击大学是在副卫，就是举队，但是来这边呢是占4号位置的主攻手。对台湾目前有什么印象？今台湾の印象はどうですか？ご飯も美味しいですし、すごく楽しいです。饭很好吃，然后台湾很好玩。那对这个球队现在的配合各方面有什么觉得已经慢慢适应了吗？で今その連想チームに対してもう慣れてますか？そうですね。みんなしっかり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取ってくれるんで、やりやすいです。他说有一点适应，然后呢，因为还在配合默契，所以还在磨合中。磨合当中，那最喜欢吃台湾什么东西？台湾料理にして何が一番美味しいですか？何が一番好きですか？卤肉饭。卤肉饭，最喜欢吃卤肉饭，很喜欢吃饭。好，我想今天当然了，因为这个连庄这场赢得相当的精彩，那当然只是说也一般有新的朋友，刚好邱老师也在，那终于又跟这个藤川有2个人有兄弟，三个都很像，所以说今天也趁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闲聊，也希望后续的比赛越来越好啊。那就是用日本人的方式，他们怎么帮自己加油，给大家一个 Anki 的东西，好不好？として自分どうやって頑張ろうっていうの言葉をやっぱり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とか難しい部分はあるんですけど、ここで多くのことを学べるいい機会だと思うんで、全力で頑張りたいと思います。他说因为还在磨合当中，所以还有很多地方必须要去配合，所以我自己会加油。你跟他讲，我教你最简单的是吹水啦。一番簡単の台湾語は吹水。好，谢谢各位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德俊老师，谢谢邱老师，谢谢3位。好，我们今天居然只请到了我们重量级的日文翻译，我们的邱金志老师，真的非常感谢邱金志老师今天帮我们来充当我们的翻译员哦。那今天其实也很恭喜我们的连庄能够3-0获胜。那其实我们今天他们不管在发球方面，还有什么防守，尤其是拦网这方面，其实真的带给了我们的一个我觉得台场很大的压力。那台场其实今天真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他们的接发球，其实接发球其实并没有办法好好的能够去做有效的一个整合之后，这个变成都队形上面变得都是很一般，并没有办法整得非常的好这样子。对，其实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刚才提到说，我们都希望这个球队的这个整合度要能够一直提升。那因为你面对的对手，不管是连庄，不管是台电，都是到的那个程度上。对，那怎么样能把它顶起来，就确实是缺一不可吧。对，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他们现在到底谁是 key man？
这个举球员一定要很知道。3颗球这个他就是 key man， 该得分的时候就要给他得分，这个分数才不会像刚才这样一下就完全拉开。对啊，好，我们在今天也真的是蛮难得了。那一方面也真的是有这样的机会，有一个新的朋友来，那也刚好邱老师在帮我们翻译，也让我们省了很多事，要不然日文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那也恭喜啊，连庄赢球，当然也这个再度谢谢在我身旁的邱德军邱老师。那今天邱老师讲情况细顶了啊，接下来是云林美金龙跟彰化三大有限的比赛，仍旧是精彩可期。我们待会再见了，谢谢邱德全邱老师，我们下一场球再见，拜拜，拜拜。